周周，你知道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哎，停！你这次又看上哪家车了？一辆 MPV。你不是不喜欢 MPV 吗？对，虽然 MPV 普遍比同级的 SUV 更实用，能给家人更好的体验，但市面上的 MPV 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开车的那个人，他也是家里人。所以这次 MPV 它不一样吗？它能让我既要又要，全都要。When I saw you standing there under the stars, I knew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Scrolling through the memories of when we began, I couldn't find a single regret. There's a beauty that guides us like a fire in the night as the sun shines upon each new day.一开始别克让我们拍这个致敬世嘉，我是有点纠结的，因为一方面 MPV 和我们频道的受众不是那么重合，另一方面我以为它就是巨饶8又新瓶装老酒，没什么意思。但是试完之后，哎呦，我发现这车简直就是为南屏量身打造的。于是我们和别克一拍即合，为大家带来这期视频。这次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致敬世嘉是不是某款巨饶8的换壳？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虽然说它的车尾还挂着巨饶8的标，但是底子里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它更长更宽，前悬换成了双叉臂，也首次搭载了双电机4驱插混以及空悬和可调减震。那么别克为什么要出这么一款车呢？我猜可能是因为之前巨饶8商务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了，而世嘉不论是从名字还是从各种宣传口径来说，都想主打家用市场。当然了，他说家用不算数，还得经过我这个奶爸的检验。一辆家用 MPV 最重要的就是让一家人都舒服。首先要让一家人看着舒服。致敬世嘉的外形没有过多复杂的设计，不会为了彰显气场而显得油腻，也不会为了商务而显得老气，没有过于高耸的比例，也不像高铁那么怪异，同时质感也足够高级，该平的地方够平，该立体的地方立体。凡事就怕对比，如果把它和其他同体量的 MPV 放在一起，甚至显得有些年轻帅气。我个人更喜欢黑色跟银色，如果再给它换一套轮毂，哇，那画面太美了。好看很重要，但门槛也不能太高。致敬世嘉的空气悬挂可以在开门时自动下降60毫米，再配合超长的扶手，老人小孩上下车都很方便。哇，这地板确实是挺低的，但这个时候开前门要注意马路牙子。到了晚上，右侧滑门会投射出长长的迎宾光毯，后备箱的脚踢感应区也有照地提示灯。门槛虽然低，但仪式感不能少。上车之后要让一家人坐得舒舒服服，空间是第一大要素。很多朋友对 MPV 的空间没什么概念啊，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些旗舰的6座 SUV， 我在前排留1拳，中排留2拳的情况下，坐第3排膝盖基本上就贴到椅背了。但是世嘉能有这么大？你这是作弊，3排这么靠后，你后备箱没空间了。也对。那我把后备箱调到和一般6座 SUV 还有 MPV 差不多的进深，这个时候3排空间还是有腿部1拳、头顶1拳，还是比那些6座 SUV 以及大部分 MPV 都要大。前后大范围可调的第3排座椅，使得致敬世嘉能够灵活地分配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2排2个座椅都支持零重力功能，甚至还可以把副驾折起来搁脚。3排座椅之间能够相互联动，不用担心发生干涉。所有座椅位置调节都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操作，这对那些上了年纪的用户就很友好，不像某些车型全给藏屏幕里。致敬世嘉的2排还提供2个可取下的小屏幕，可以控制空调、娱乐屏以及座椅加热、通风、按摩。
甚至连扶手都可以加热。全车座椅配备坐垫悬浮层，舒适度遥遥领先，只有 Mega 可以媲美。这个坐垫虽然看着皱皱的，但坐着是真舒服呀。但它坐垫没有按摩哎。可能这个结构跟材料做不了按摩吧。但是说实话，按摩只是一时爽，但这个坐垫只要坐上去，它就是一直爽。当然了，车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我希望车门储物格内能加上软包或者植绒，化妆镜能再精致一点，后视镜能再大一点，侧滑门的开关也有点远，坐得靠后一点就得起身去按。不受手势控制吗？看，方便吧？哦，我试试啊。除了这些常规的功能，致敬世嘉还有许多贴心的小设计。即使是白色内饰，所有靠近玻璃的部分也都是黑色，扬声器罩没有多余的装饰，不会反光到玻璃上，对驾驶员造成干扰。后排还有2条可调色温的巨型阅读灯，晚上能让车厢像客厅一样亮堂。说到这儿，我就想吐槽一下，我开了这么多车，阅读灯真能阅读的没几个，一个个又小又暗的，都2025年了还搁这凿壁偷光呢。这车里照这么亮有什么用呀？一方面呢，你上下车不容易落东西；另一方面，还可以让小孩在车上写作业。这对眼睛不好吧？一般的灯可能不好，但这是高显指的灯，低蓝光无频闪的灯，即使在外面自驾游露营，孩子的功课也不会落下。那你家孩子可真幸福。少废话，快写。除了用眼健康，空气质量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关注。致敬世嘉的座椅使用高标准母婴级材料，这辆新车基本没有异味。无痕座舱除了常规的空气过滤和自动内外循环之外，还可以通过 NanoEX 技术实现除臭、杀菌、保湿。作为鼻炎患者，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套东西确实有用，但我没办法在视频里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去店里开下一键换新试一下。像最近这种灰蒙蒙的天气，能让一家人在车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种满足感跟幸福感真的挺强的。丰富的配置固然重要，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辆家用 MPV 开起来也得让一家人舒服。致敬世嘉的底盘不是传统意义上柔软的风格，和燃油版的 GL8 也不大一样，它主打一个稳定贴地，甚至还有一些运动感。走烂路时能够感觉到被悬挂消解后的部分震动和声音，但车身依然保持稳定。打个比方啊，很多纯舒适取向的 MPV 或者 SUV 走烂路是这个样子的。虽然隔绝感会更强，但是车身会有一些前后左右的俯仰跟晃动，而世嘉是这个样子的。除了优秀的滤震效果，激烈驾驶时它的俯仰和侧倾的表现好得不像一辆 MPV。哎呦，这侧倾可以呀！别家 MPV 要这么开就感觉车要翻了一样。这个底盘风格跟之前那个 RS9 挺像的。舒适模式跟别家的运动或者标准模式差不多，日常用我觉得刚刚好。运动模式的话，走烂路会有点硬，但是像江浙沪这一带起伏比较多的高速上，这个运动模式就会很稳。说到起伏，自然少不了传统的飞坡环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们飞坡史上表现最好的 MPV。哇，这也太稳了！之前我以为 Mega 已经是飞坡天花板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多余的晃动，但也不怎么影响舒适性。而世嘉它能一下子收住，而且不是砸下去的，是有承托的收住，在轴距这么长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前后同步。我愿称其为 MPV 飞坡 MVP， 简称。我相信世嘉把底盘调得这么有运动感，肯定不是为了造一辆驾驶者之 MPV， 只是它的车重接近 2.7 吨以后，如果底盘的稳定性跟支撑性不够的话，不光会很难开，乘客也会更容易晕车。当然，这个底盘也有它的短板，像减速带还有小台阶，如果过得比较快的话，滤震效果还不够好，会有一些余震。然后高速上那种连续的白色小减速带过上去，也会有一些嗡嗡嗡的声音。除了底盘，世嘉的动力表现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动力输出极其平顺，高速上很容易保持匀速行驶。能量回收虽然不能全关，但调弱以后几乎无感，和油车松油滑行的体验一致。大家不要以为新能源车没有变速箱以后平顺性就理所应当了啊，实际上能做好的还真不多。除了平顺，如果驾驶员想要快速超个车，电门踩得快一点、深一点，它也能给到 MPV 中相当积极的反馈。时速120，动力依然充沛。
它甚至还能弹射起步。像这个电门调的就很高级，它能根据我踩下去的深浅快慢给到符合预期的响应，不像某些电门那么的死板，要么不来，要么乱来。优秀的调教也离不开硬件的支撑。致敬世嘉搭载前后双电机和单档 DHT， 组成真龙 Pro 插电混动系统。笑死！如今这些车企真会起名字，又是恒星又是真龙的，没电了我看你还聋不聋？官方零百成绩5.8秒，实测80%电量5.9秒，20%电量5.9秒，15%电量5.9秒，10%电量5.9秒。我还就不信了。啊哈！真龙终于露出马脚了，7%电量0-100衰减了整整0.3秒，真龙确实牛啊！相比于完全掌控在驾驶员脚下的动力，刹车则更多需要根据外部环境做出即时反应。世嘉的刹车能够在任何工况下给到平顺的输出和符合预期的力度，再加上底盘足够的支撑，点头很不明显。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有制动协同能量回收的新能源车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之前我们也有一辆40多万的新能源 MPV 当工作车，那个刹车不能说难用吧，简直就是灾难。世嘉的转向符合我们对于 MPV 的预期，中间保留了一定的虚位，圈数不算少，转弯半径普通，但转向手感很正常，阻尼很线性丝滑，归中性很好，高速长途很轻松。这个表现在 MPV 里名列前茅，甚至超越了很多轿车和 SUV。今年开了这么多车啊，但转向像它这么正常的还真不多。唯一能挑的就是会有一些扭矩转向，大脚电门变道超车的话会有点抢方向盘。所以如果你带着 family 去跑山或者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我本来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的，但我不知道天马让不让我上。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致敬世嘉这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驾乘感受。作为一辆 MPV， 它不光能让乘客坐着舒服，也可以让驾驶员开着舒服。在我们开过的新能源 MPV 里面，它的驾乘感受应该是最均衡的。我为这个结论负责。哪怕是我这种对驾驶感受有变态需求的驾驶员，你让我日常开它上下班通勤，我也可以接受。说到日常通勤，就不得不提用车成本。想要上下班通勤，实测100公里电耗19到20度，亏电油耗7.5升，和表显数据接近。这套混动系统确实有点东西啊，不光性能坚挺，能耗表现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亏电的时候，发动机启动保电动静稍微有点大。它纯电行驶的时候噪音还不错，60巡航53.5， 80巡航57.3，介于0.9跟 Mega 之间。但是发动机一旦介入，就会增加1点几个分贝。世嘉搭载的4.9度磷酸铁锂电池来自宁德时代，20%充到80%，耗时23分钟。车内充电也很方便，全车共有12个有线充电口，4个无线充电位，人均2.3个。不光没有充电焦虑，也没有充电焦虑。说实话，这车我还挺心动的，好看、好用，还好开。你怎么见一个爱一个？你上次不是还喜欢 Mega 吗？啊，对 ，Mega 是可以很好的照顾家庭，但是遇到世嘉以后，我发现原来一辆 MPV 除了照顾家庭，也可以分出一部分取悦自己。我这一天不断的尝试说服自己自私一点、勇敢一点，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就是买不起呗。哎，你看人真准，是吧？我也。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不要忘了点赞投币，顺便再点个关注，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大家也知道，我们很少拍 MPV， 一方面是因为没什么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没什么流量。但致敬世嘉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们对 MPV 的认知啊，它不论看起来还是开起来都很符合我们的口味，用起来也很顺手。所以即使这期的问题比较少，但咱们还是按照惯例进入问答环节。和其他的 MPV 相比，40多万贵在哪里？为了拍这期节目啊，市面上30到50万的 MPV 我基本上都试了一遍，真不少，而且个个都身怀绝技。比如高山的2-3排共轨座椅可以大范围的移动，小鹏 X9 有后轮转向，3排座椅可以反向折叠，增程版的电池很大。然后蓝图梦想家有 ADS 智驾，009有很特别的设计风格。还有 Mega 的隔音空间、底盘舒适性，但是整体上还是遵循1分钱1分货的原则，包括做工用料、配置、驾乘感受等等，这些你看配置表是看不出来的，必须实际去体验。
但是说实话，从实用角度来说，20-30万的 MPV 完全够用了。我的那008对我来说也够用了。但如果你预算比较充裕，想要给家人更好的体验，那市面上也能找到对应的选择。这次拍的致敬世嘉主打一个均衡，造型设计很正常，很得体，舒适性没有那么极致，但是驾驶感受是最好的。然后座椅跟空间也是同级第一梯队，配置该有的都有，而且它还是个混动车，没有性能跟续航焦虑。所以如果你想选一辆当下综合实力最强的混动 MPV 的话，可以去看看世嘉。其实我们还试过一个异类，丰田埃尔法，确实空间很大，座椅很舒服，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30-40万的车，驾驶感受还有智能化配置都不突出，只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卖得特别贵。推荐哪个配置？世嘉的2个版本，动力、底盘、空间、座椅都是一样的，主要是配置的区别，包括轮毂、抬头显示、手势控制、后排屏幕、后天窗、感应尾门、冰箱、香氛、地毯等等，差价3万块钱。我觉得入门的那个尊享版就够用了，但如果你载着一家人跑长途，自驾游的场景比较多，那奢享版多出来的这些配置还是蛮有用的，可以考虑。至于颜色啊，黑白银3种车漆颜色没什么问题，但我觉得内饰的颜色有点少。这个白色虽然说好看，但是要注意打理，特别是那个坐垫啊，如果是新买的深色牛仔裤，坐几次可能就染色了。至于那个棕色内饰就有点挑人了，我个人会希望它能再多一个深色内饰的选项。亏电动力表现怎么样？可以说是我们试过衰减最不明显的混动了。上一次试过7%才衰减的是宝马 i5， 但 i5 是80度的电池推200千瓦电机，世嘉是40度电池推330千瓦电机。虽然说还有一个发动机直驱可以保底，但大部分动力还是靠电机来输出的，这个放电倍率的难度还是很高的。这个电控水平还有这个奥特能电池确实有点东西。能800里加急送公章吗？从续航来看，800里往返都没什么问题。我这些天开下来，亏电油耗大概是7点几升，然后它的油箱有68升，电池有40度，纯电还能跑个200公里，哪怕是纯高速加急都够用了。当然了，能跑是一回事，跑得舒服又是另外一回事。这车跑高速的感觉真的很轻松。保持匀速直线行驶，这事说起来简单，但真的不是每个车都能做得到的。特别是某些造车经验不是很足的车型，就容易在这方面露出破绽。家用合适吗？世嘉从内外饰设计到功能的配置都能明显感觉到是针对家用场景优化的。我这些天开回家让家人都试了试，他们都挺满意的。当然你要拿它去商用也没什么问题。我去店里提试驾车的时候，有位老918车主跟我们聊天，表示很羡慕，打算让公司换一辆。支架怎么样呢？智驾该有的功能都有，支持高速跟城区智驾，转弯、掉头、变道、超车都不在话下，也支持各种自动泊车跟记忆泊车。但我觉得它的车距保持这块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现在除了跟车距离偏远之外呢，车距保持也有点死板，前车稍微离得近一点，它就一脚刹车，不够有弹性。和同价位国产的相比，差多少？前些年国产跟合资车是能明显感觉到性价比的差距的，但近些年在部分车型上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718名义上是合资车，但其实好几年前就已经是由国内团队来研发设计的。我有好几个同学就在搞这个，而且世嘉的堆料更进一步，直接上了空悬、可调减震、激光雷达、8775的车机芯片，相比同级别的国产车也是挺有竞争力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满载的情况下能放几个行李箱？这取决于你怎么做。如果把3排座椅挪到最后的话，此时车内空间媲美 Mega， 但行李箱就放不了几个了。如果车内不是一车大汉的话，往前稍微让一让，那就可以放好多了。能洗澡吗？怎么混进一个上期的问题？说到这倒是提醒我了，世嘉高配自带的那个羊毛地毯很厚很舒服，艾维亚老传统的。我要是鞋底太脏的话，踩上去都有点负罪感。这个时候如果后备箱有一套水箱跟喷头的话，就可以冲冲鞋底的泥，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使用场景？音响怎么样？
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喜欢我的话请一键30加关注。我是最近在忙着写论文的竹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哦，你这属于作弊。等一下。哈。